随着现在汽车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各项辅助的功能不断的增加，透过 OTA 的技术进行云端下载更新已经成为标准。甚至使用智慧型手机的 App 就可以远端控制车辆，这样子的功能也逐渐成为新车的标配。然而当人们理所当然享受这些便利科技的同时，突然来个养套杀，猝不及防的订阅制就出现了，让理所当然变得岂有此理啊！要有这些功能没问题，钱先拿来啊！今天就来聊聊买了车之后还要订阅车上功能的订阅制到底合不合理。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汽车功能也越来越炫了。从智慧导航到远端控制，简直让驾驶变成了一场科技秀。不过最近有些车厂打算把这些科技秀收门票了，开始对这些功能开始收取订阅费，这可把不少车主惹火了哦。主角之一就是 Mazda 推出的 Mazda Connect Services。这个服务基本上就是让你的手机变成遥控器，可以远端控制车辆，功能一应俱全包含紧急通话、车辆状态的监控、找车、定位、道路救援、远端开门、开灯、按喇叭、远端发动引擎等等等，看起来是不是很完整、很好用？但近期北美市场传出消息当这些免费试用期结束的时候呢，车主想要继续用，抱歉。每个月13加拿大币，事后大约台币300元。看看加拿大 Mazda 官方网站列出的付费清单从车辆地理范围控制、速度，还有时间设定，到远端控制各种灯光、喇叭，全都在列。当然，这些功能在你买之前，人家已经说清楚了嘛。但这么多基本功能，过了免费期就要收钱，还是让不少车主觉得心里有点过不去哦。说真的，汽车功能订阅制的这个模式，在国外市场已经行之有年。是否采用一次性付费，或是每月每年的订阅模式，每个车厂都有不同的考量从后轮转向座椅跟方向盘加热还有到释放电动车更高的性能表现的功能都有推行以功能买断解锁部分，像是美国 Ford Mustang Mach E GT 的车主要支付995的美元就可以解锁额外135牛顿的扭力输出让车辆拥有更强劲的0到100的加速能力。那订阅方面这个比较惨哦。之前 BMW 曾经尝试对座椅加热功能收取订阅的费用不过最后还是遭遇到消费者激烈的反对而告终那其实大家熟悉台湾的电动机车大厂 Gogoro 也有着性能提升的月租方案。但为什么就是北美的 Mazda 车主对于这件事情那么的在意？这些车主讨论的关键就在于这个 Mazda Connect Services 中的一些基本的远端遥控功能。注意是基本功能，为什么在免费期过后需要额外付费才能继续使用呢？可以理解的是 ，Mazda 这几年的策略就是往豪华车的品牌形象前进。仿效豪华车款的功能订阅制，可能就是他们的策略之一。但这些并不是像是豪华车或是性能电动车那样子，依使用者需求而需付费的解锁的高阶功能而是许多车厂现在已经标配的远端控制项目。这不仅让人质疑这些功能不是应该是基本配备吗？让基本功能转成订阅功能，会不会让品牌的忠诚度打折扣呢？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现在车上的功能那么多，但并不是人人都会用上所有的功能。如果不需要，就不要订阅就好了，这样不是省一笔钱吗？例如说，台湾只有1个月的时间会冷得让人受不了，那是不是每年只要订那1个月，开启座椅加热功能就好了？的确是这样子，没错这也是许多车厂为订阅制解套的说辞。但就算你都不开启车厂所提供的订阅服务，车价会不会变得比较便宜？答案是不会因为这些功能还是会先安装上去嘛，你才能选择开或是不开。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花了大钱买了有一大堆功能的硬体的车之后呢，但你却还要每个月付钱才能打开这些功能，这也难怪消费者会感到北宋尤其是其他车款都有的基本配备。当然车厂大可以不用做订阅制这件事情，直接把要赚的钱全部加在车价上就好了。
台湾的做法就是如此啊。但这个方法在台湾行得通，是因为台湾的车价相对高，所以可以操作的空间就相对大很多。加上一些功能增加的金额比例，对车价来讲感受比较没有那么明显。而车价相对便宜的欧美市场，原始卖价会比较敏感一些，要比竞争对手要有吸引力，自然不会把开启功能的费用直接加在车价里面。因此啊，功能订阅制的出现，才有办法让车厂多赚一些利润。最后必须要说的是，要采用功能付费订阅是车厂的自由，要不要为了功能买单订阅也是消费者的自由。在其他车款购车同时就能免订阅拥有这些功能下，怎么让消费者心甘情愿买单，就要抓到一个平衡点。在这个天平的两端摆在功能跟价格以外，还有品牌的价值。就像是BMW 弄个加热椅，这个就弄臭了自己嘛。那 Tesla 的 FSD，真的很香哦。那要建立合理的价值交换，就是 OTA 时代车厂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以上就是关于车上功能订阅制的讨论，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些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给我。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